各位好，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第3346题 ：Maximum frequency of an element after performing operations 1。那这是一系列的问题的第一题哈。那它之后的问题呢，其实难度更高。那我们先解这一题。它的题目大意是这样，它给了一个整数的阵列，假设叫做 numbers 啊，另外还有两个整数，一个是叫做 k， 另外一个叫做 numbers of operations 啊。那你必须要执行 operation numbers of operations 啊，在总共有这么多次，然后在numbers 这样一个阵列，然后每一个 operation 呢，你就选择一个 index i， 然后这个 index i 呢，之前是没有被选的，然后在 range 负 k 到 k 之间呢，加一个数，加到 numbers i， 那请你返回它。最大可能的frequency 当中的任何 element 在 numbers 当中透过这样的 operations。我们要注意的因为它那个增加的数值是负 k 到 k， 那你当然也可以不改变不改变的话就是加0所以这个了解。好，那我们很快的看它的相关的例题。例题的部分，第一题是145 ，k 是1，numbers operations 是2。那它答案是2，我们先看它的解释。那你如何达到一个最大的 maximum frequency 呢？在 numbers 1的地方加0它是不变的所以145是不变的。然后在numbers 2的地方呢，加上负1，所以它就变144所以4重复的2次，所以答案是2。那第二个题目呢，你看它的 numbers 是5、11、22、20、k 是5，numbers operations 是1，所以你顶多就是2个20因为你其他两个数字再怎么加5，它都不会达到20所以这个答案是2。那我们看右边这个图这个当然就是跟我们的解题会有关联我们解题方式我们是用所谓的 line sweep。透过这个图我们大概解释一下，我们这边的话当然是直接考虑的是例题1，所以它有1的部分，你往右，因为 k 是1嘛，是往右加1，往左减1，然后再来4往左减1，往右加1，这边也是往左减1，往右加1所以它的范围。那我们当然可以算它的重叠最多的次数，就我们用 CNT 来表示比方说是在这边在这边的情况其实它就是重复。那我们这个解答部分呢，是当5的地方减1嘛它所以就达到我们的最大的重复的次数是2所以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解答。那我们 line sweep 在做的时候，你这边当然左端点到右端点加1的地方呢，你就变负1，要减1，这边从这里开始要加1这个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那我们快的看一下我们的我们到了 LeetCode 3346题的页面。那我们这边稍微留意一下它的 constraints。它 constraints 的部分要留意那 numbers of length 呢，它是介于1到10万之间。
numbers 在 i 的值是也是介于1到10万之间啊。那 k 呢，它是0到10万之间。那么所谓 number of operations 啊，它的值可以落在0到 numbers length 的值。好，那我们这边呢，我们就采用所谓的 line sweep 的方式来解题。首先第一步我们当然先取一个值，就是我们当中 numbers 最大的那个数的值。因为我们要去用所谓的一个 list 所以这边原则上我们要加2因为所谓 line sweep， 因为你到最后的那个端点呢，其实你要加1所以我们这边要加2。好，然后呢，所以我们要一个 frequency 的一个容器，还有一个 line sweep 的容器我们这边就打 sweep，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一开始都是填0，然后总共有 n 个，另外一个也是。好，那么我们还希望能够找到它的极小值，因为极大值在第3行的地方已经有了嘛。我们极小值我们有 m 来表示。一开始当然设定是为 capital M 好，我们回圈让它跑一次，所以这个是所谓的 line sweep 的第一次的处理，当然先用个回圈去处理。好，第一件事情进入回圈之后，我们当然将 frequency 在 x 的值你要加1，这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取得它的端点。那原则上我们在计算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说左边我们当然是最小是从1开始所以我们这里选 maxima 1跟 x 减掉 k。那么右边呢就是它的真正的一个端点部分，我们是取 minimum， 它最大也不能超过所谓的 m 减1也就是不会超过然后这边的话当然就是 x 加 k 加1这个部分。那我们所以在这个区间 sweep 它从 s 开始全碰到都加1，那么它碰到了 t 以后呢都减1所以在这个范围从 x 到 t包含 t 这个范围呢，它其实它是有作用的。好，那我们取 mm 呢，当然就是 minimum mm， 然后跟 s 的极小所以这是第一层的回圈。好，那我们看后面大概再一次回圈，大概答案应该就出来了。我们这里有 ans 还有 cnt 两个变数的初值都是为0，后面第2个回圈我们就用一般的 range for 来写就可以了所以它是从极小的 x 的极小的 mm 一直到 capital M 减1有头无尾，所以这边就 n 就好了。那么所以我们的 count 到line sweep 到目前我们扫到的一个数字呢 ，cnt 呢当然是加等于 sweep 在 x 的值。好，那我们的 ans 当然要跟着更新。好，所以我们的 ans 它因为我们要取极大嘛，
所以它是跟什么样的极大？所以我们当然要考虑目前的 x 的 frequency。那它当然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变化量啊，就我们这边一个参数，所谓 number of operations， 这我们用 code。那这是其他的变化量，但你这个呢，你当然它是不会超过 CNT 减 frequency， 所以这边要取 min。好，那最后呢，经过这样的第二次回圈的话，我们的 ANS 应该就是我们的答案。我看一下，好，如果都没有错误，应该我们就 run。好，这两个 case 都 OK， 所以应该是正确，实作的部分应该都正确。我们看一下它的成效，所以大概是376毫秒啊，速度也不是很快，大概是打败 Python 88%以上的使用者。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其他的程式语言的实作啊，我们这里也是采用 non-sweep。那所以 C++ 实作部分，我们的这边当然就是用所谓的静态阵列啊，我们的 capital N 我们设为100200，那所以我们这里多了一个 mm。因为我们要取它，这是实际的极大值。那一样，第一个回圈是找到先行使frequency 的增加，还有 sweep 它的从左端点到右端点之间的加减，然后在第二次回圈呢，我们再去找出它的最大要返回的量。ANS， 那我们也让它执行次。好，都正确，那我们 submit。好，我们看一下成效。所以大概是11毫秒啊，速度还好啦，但它相对其他的方法可能就没有那么快啊，所以至少是打败C++ 95%以上的使用者。好，那我们先到这里。